大家好，我是老赵，一个复利投资者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年2024年的投资总结，算是把我们的家庭作为一个公司的公司年度报告。2024年股票投资增长35%，家庭净资产收益率28%，自由现金流包括股息、银行利息和现金增长了15%多一点，没有使用任何杠杆，没有任何付息债务，信用卡也是月月付清，主要归功于疫情之后高科技公司、减肥药和大盘的增长。投资组合大约70%是股票、ETF 或者基金，和30%的现金债券以及房产。这2年股市大涨，如果你看到我以前的视频，并按照我的建议投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，你的标普500收益接近26%，纳斯达克100收益接近28%。有的人还用杠杆，或者买带杠杆的 ETF， 或者投资高增长的 AI 股，收益可能会更高。然而这些收益率都不可持续。考验投资者能力主要是在熊市中的表现。真正评估一个投资者能力是看他5年或10年以上的年化收益率。我非常幸运，目前我还能做到近10年，净资产收益率年化20%以上，股票投资收益16%以上，超过同期标普500的收益大概14%。然而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大和时间的推移，我的收益会逐渐向大盘靠拢，甚至低于大盘。我的目标是在我有生之年，净资产收益率达到社会平均收益7%左右，这是我制定的财务自由的最低标准。保守的人也许会定5%或者更低的收益率，激进的人也许会定到10%或者更高，至少不会输于标普500。我对投资收益只有底线要求，没有具体目标。如果你的目标太高，你就会冒险买高风险的股票了，加杠杆了，频繁交易了，追热门股了等等瞎折腾的动作，最终的收益也未必能达到目标。因为任何高收益的复利效应都是不可持续的。当你有了底线要求，保证你的财务自由最低需求，然后再投资最优质的公司资产，保证你的收益超过社会平均水平，然后在股票低潮时买入，增加了你的安全边际。至于最终收益是多少，就交给市场了。我们的投资收益主要包括2部分的收益：公司收益和市场收益。市场收益或者叫投机收益是零和博弈，最终长期收益接近于零。今年的高收益主要是市场贡献的，早晚还会被市场拿回去。所以最终我们的长期收益主要是公司的收益。任何公司长期收益都会向社会平均收益靠拢。巴菲特无论在股票投资和公司经营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，60多年长期收益高达20%，是所有长期投资收益和公司收益的天花板。但最近15年，他的公司的收益率低于同期标普500，逐渐向社会平均收益收敛。同样，任何伟大的公司，如可口可乐、沃尔玛等伟大的公司都是如此。
所以如果我的目标能实现，我的家庭公司也算一个伟大公司了。我们的日常生活开支比去年多一些，基本在计划之内。多次国外旅行，买 LV 包包和吃米其林餐花的有点多。查理芒格说过，所谓财务自由其实就是控制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。如果欲望控制不住，再多的钱也不够花，更别说财务自由了。有的人以此为由，认为财务自由是个伪命题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财务自由是一个持续一辈子的商减过程，需要年复一年的维持你的投资能力，同时控制你的花费的欲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谓财务自由，主要强调的是自由，就是你不再为了钱做你不喜欢做的工作，和不喜欢的人打交道，你可以自己控制时间，但是并不是说你就可以躺平了。你仍然需要年复一年的维持你的投资能力，同时控制你花费的欲望，保证花费不超过预期。这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看一下，有几个公司能活过10年就知道了。以前公司寿命周期能达到60多年，现在的公司生命周期达到20年就不错了。而你的家庭公司要陪伴你一生40甚至50年以上，所以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伟大了。有的投资者今年赚了1米，然而看到有人赚了3米，还是高兴不起来。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贪婪、恐惧、嫉妒的心理在作祟。你要看挣得多的人拥有了多少资产，用多少杠杆，买了多少高风险的股票。我对任何赚得比我多的人都不羡慕，无论你多么优秀，多么努力，总有人比你做得好，赚得多。就算你赚的最多，仍然还是担心别人会超过你。所以我根本不羡慕别人比我赚得多，那是别人的能力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过，我不和别人比，只和自己比，只要我比过去进步就知足了。所以只要你的投资能力比过去进步了，就没有必要羡慕别人，知足常乐。每次股票大跌都是财富转移的最佳时机，抓住机会让财富再上一个台阶。祝大家2025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源滚滚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订阅，谢谢，拜拜。